时间。沙溢，著名影视演员，因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白展堂一角为广大观众熟知。近年来，参演《王的盛宴》《黄金时代》《万物生长》等作品进军大荧幕，被称为是能够驾驭多种角色的实力派演员。胡可，著名影视演员、主持人，近年来主演《欲望花园》《推拿》等话剧作品，开拓了演艺事业的新天地。今天，沙溢、胡可夫妇携手做客《金星时间》，讲述他们一见如故的爱情故事。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超能金星时间》，有请胡可、沙溢夫妇。谢谢。行了吧，到这儿来吧，在这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俩怎么跟熊猫似的，站着鼓掌？享受一下掌声，享受一下荣誉。我早就想过来了，我一瞟这人怎么还不动啊？谢谢。考虑这个非常注意画面感，叫我们两个花吧，你坐在这儿吧。对，让对你个草坐在中间啊。你们俩要挨着的话，老不切我的镜头，人以为是就访谈一个人。我在中间还能搭个边上。妈呀，那么没自信呢！来，好了，到这个超能金星时间呢，有点小规矩什么呢？实问实答。好嘞。在姐的节目也不可能不实在的。对，姐马上就会戳穿的。然后我先问你啊，然后再问胡可啊。好，先问我啊。怎么 ？OK， 你们家是谁是一言九鼎，谁掌握财政大权？胡可，很快啊。老婆是主持人出身啊，伶牙俐齿。在你们家吵架的时候，谁厉害？我。你厉害？我老厉害了。属于胡搅蛮缠型，还是那种大嗓门型？既胡搅蛮缠，嗓门还大。再等会儿我再说啊。好，你自己说的啊。完了，吵架的时候谁先认输？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回答你给我好好回答，要别给自己弄个坑。我没给你刨坑，你自己刨坑刨进去了啊。都是实话。对，好，实话。你们家3个男人，现在3个男人1个女人，对吧？对啊。好，就家庭地位来讲，排个序呗。我第4嘛。第一谁？第一是我大儿子。大儿子第一。二儿子老二啊。第3呢？他啊。第4是你。我。你家不还有个狗吗？那狗还能排我前吗？有人家就把狗排前面，真的假的？狗排后的，那你还有点位置啊。那我就不活了，我。胡可夸不夸你？他不仅不夸，而且都是损啊、砸呀，把我的自信，把我的所有的都打掉、打碎、打亲骂。但是我能有一个本事，就是重塑。碎了之后，我一片一片粘好之后，再把它重塑起来，这就是能耐了。说的多好哈！哎，你别自己说，你真从来不夸他呀？真不夸。让我说，让人胡可是不是后边有什么阴谋？不适应。他是这样，就是他是一个嘴巴特别甜的人，就特别喜欢表达，然后他经常就都会说，哎呀，老婆你怎么那么漂亮？哎呀，老婆你怎么样？我其实也夸他，但是我夸他的可能跟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对他的认可就是还行，凑合，这是夸吗？还行，你最起码说一个，不错，对吧？这最起码好，是吧？这是夸。但是你东北人，你要记住一句话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喜欢不够拿脚踹嘛，是对吧？所以我自己就是能够重塑自信嘛，没有夫妻是绝对合拍的，一个甜言蜜语特别夸老婆的吧，那个老婆呢就不爱夸老公，就肯定有，这肯定对的。对，你说俩人都对着夸，就也挺奇怪的吧？对，假惺惺的。哎呀，你长得真帅，哎呦，你长得真漂亮。人一到你家，以为这怎么进金人面了？太吓人了啊！好了，你的问题完事儿了啊，来吧，我们。胡可，沙溢别插嘴啊！你在那个微博上曾经写过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一见如故。对，你和沙溢怎么个一见如故法？你认为是从哪个点上你说是一见如故？就一见特熟，感觉就不陌生，就500年前已经认识了那种。在五行山下的时候，他给我送个桃，给我送个桃。好，这个好一点啊，就熟了。好了。一定让你做出比较的话啊，你觉得一个女人好事业重要呢，还是有个好丈夫重要？
啊，那当然有个好丈夫重要。对，女演员们都听好了啊。就是啊，那帮女演员们听好，就说为了我的事业，为了我的辉煌，我的理想，心里想的没碰到好男人呗，真是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说的对，下一个啊。我同意。姐一嗓子，人这一下掉凳了。这有个板子啊，你写上啊。我要求你写3个沙溢在平时生活当中的陋习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写陋习。姐，你今儿这是陋习揭老底战斗队啊，这陋习是。就只写3个吗？就写3个陋习就可以了。我没那么多时间改他的毛病，你还看啥呀？来，看着我，来，姐还有呢。对，她是你第几个女朋友？太狠了吧！说呗，怕啥？都结了婚，都2个孩儿都有了，这有啥还不能说的？妈呀！太狠了。所以说这个话题跟你的红颜知己是有挂钩的，好好回答。我算一下。啊，对。装嘛，还装嘛？哎呀，嗨，哎，好，哎，过去了。我问一下啊，没过去，等一会儿呢啊。第一个说你不干家务，真的吗？我不干，你真不干家务啊？我都在我脑海里我不太知道哎家务活都有哪些。不是不干吧？我知道你是东北人，东北老爷们儿啊，但是东北老爷们儿很少干家务，但是毕竟是出来这么多年了，那就更不干。在外头太辛苦，收拾个家倒个垃圾不会呀？我就没养成他这每一次啊，习惯。比如说出2、3天差那种啊，然后回到家之后呢，就会给我攒一大包衣服，就什么裤衩、袜子什么乱七八糟塞在一堆里面都拿回来了。衣服的也不洗衣服罢了，男人不爱洗衣服这很常见。但是家里就是比如说户口不在家了，阿姨今天还没到点上班，俩人在那玩着呢，家里那个乱七八糟你不拾掇啊？我没有时间，这不陪儿子呢吗？乱点儿我就拿脚扒拉扒拉就得，哪儿碍事就完了。而且他通常状态下他不觉得那碍事儿。很普遍啊，就绕过去不干家务，我能理解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帮。如果胡可身体特别不舒服，什么都干不了，特别难受的时候，你也不干。他会给我妈打电话，妈过来一下吧，毛毛今天身体不太舒服。真的呀？我不要求他干，就我不干吧，但我不要求他干。就是可以谁也别干。这谁也不干，终有好的时候嘛。等2天病好了嘛。我不着急。不干家务，好好自己说的多在理儿，我以为用这个能抨击他一下。第2个问题，情绪化，他怎么情绪？他就属于神经质那种，说情绪化还是比较褒义的词，再严重一点就是比较神经质。没有，那太就是说发脾气就发脾气啊！看你们要，他就是那种，那不成病人了。但他那个发脾气，比如情绪化那个发脾气，有没有那经常是到那种不可理喻的状态吗？还是就是哎呀，就是这个脾气？就是其实以前有一点儿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还在不断的在我的指导下在治疗，对，在修正自己。现在慢慢还好一点了。但你能承受得了？我曾经就也觉得特别的崩溃，但是呢也没办法了，也就这样了。 500年前就认识了，没办法了。对。情绪化，他能行，说适合他这种就是演员嘛，演员一定要有点那个疯子的状态。姐，你说太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太神经质了。他给我的回答就是，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呀。这个有一些道理，有一点道理。他在舞台上一定要有那种疯狂的极致，他才能塑造人物。好了。 第3个我也发现了，都不用说唠叨，你话痨吗？不是这个问题啊，他有一定责任。为什么我唠叨？我说第1遍的时候你没有反馈，你不表态，那说明你的话没有质感嘛。我发现他的一系列毛病啊，都跟他这个根儿有关系，东北人的毛病。就无论我说这话解不解决的话，那你给我想上，对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姐，他特别的健忘，他经常其实这件事他已经说过3遍了，对，他还要再说。你觉得我会有反应吗？我应该有反应吗？那就得絮叨。我不知道说过3遍啊，我忘了。所以你要我以为我只说过1遍。所以你要去治疗一下你的健忘症啊，是这样。在我没有治愈的前提下，你还是应该告诉我。真能找吧。哎，你们俩是什么机缘认识的？他来上我的节目，你看还是节目上一个访谈节目，对啊。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那个节目，每一次来一个嘉宾吧，就做一个像易拉宝那么弄一个张照片哈。对。但我觉得这个嘉宾太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拿了一张16岁的照片来。什么16？不是16吗？没有20了。
我觉得看像16，那时候长得那面就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花样美男，然后小鲜肉呗，小鲜肉绝对小鲜肉，确实鲜那会儿，真的是吹一个萨克斯那个照片摆在那，哎呀，我说今天的这个嘉宾这么年轻啊，然后再往上一看，哦，一上来以为他叔来了，这是一人嘛，对，但是。我觉得那次对他印象挺好的，要不然怎么说一见如故呢？姐做那么多年的这个节目，肯定知道，就特别怕碰到2种嘉宾，一种呢就是你问他什么，他都说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对，就那样，对，就你就特别恼火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刚说一个问题，他就说呀。然后就可以说1个小时，然后跟你的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他特别好，就是又很健谈，然后又谈得很有内容，让人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《葵花宝典》和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个什么血手什么，2个我合在一块儿就是葵花点穴手。哎，那你教教我呗，这原版的今天我要学一下。原版也好长时间不练了，武功原版自己都快成盗版了。武功有点退化了，好像就是这样吧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你这比我还原版。点你了，你怎么还动啊？那你这隔着点呢？那我这武功比你高啊，那要碰到啊，等一下。要碰到。那你先手舞足蹈嘛，你先手舞足蹈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。但是我就觉得我呀对他印象还蛮好的。我主要是当时我觉得这姑娘不错，我觉得挺好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然后我就说那好好配合吧。啊，让咱调动点积极性。如果要是觉得这女孩不喜欢的话，我也就不太见她。采访完了以后，互相留电话了，就没联系了。没有联系。那后来怎么又搭上了呀？她采访我之后，大概有3个月，大概隔了3个月，我们俩就拍了一部戏啊，然后男女1号在戏里 ，OK 啊，就好上了。没有，戏里的时候只是有点好感。你是不是追求人家有什么表示了吗？没有，没追求，没表示，没追求，感觉就偶尔的说是就是约着出去吃个饭呀，但是也不是说就我们俩没有单独，就是跟组里的演员一起。但是姐你知道吗？她其实一开始还挺装的，就是我们那个戏杀青之后哈，那天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回来了，我说你干嘛呢？然后他说那个，我好几个月没在家，回来之后发现我们家那冰箱里的东西都臭了，说我正在打扫卫生呢。然后我还挺欠儿的，我说哎呦，我说那个挺不容易的哈，你一个人，我要不然过去帮忙吧。本来我还挺欣喜，他肯定说哎呀来吧。然后他就说那个不用了，家里有我一个人可以。对，然后我就想心里就一凉嘛，但我想人家是不是客气？我就说，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家离你们家也不远，我就过去帮你吧。真的不用了。我一想，我也别太丧不打眼的了哈，没眼力见儿。我说那太上杆子的了。我说那行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就挂了。当时我就想，我要把电话删了，永不联系。对，然后我就特别的生气，然后后来就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哈。然后过了好像2、3天吧，没有2、3天吧。好像就隔了1天我就给你打了啊？是吗？哎，你是不适合那种特别不适合女孩子对你主动一点点，你就觉得怎么这样呢？你老觉得这又是东北人的毛病，就愿意就觉得追人家，对，追人家就愿意人家丧不打眼的对咱啊，就把你当个垃圾啊，滚！你说哎呦就爱就好这口是吧？往哪儿滚？滚哪儿去？没有，其实我真是好心。就今天我给他解释解释，对，他老是对这个耿耿于怀。我呢，因为确实是家里太乱，特别脏，而且走了之后停电了，连电卡都没有电，冰箱都臭死了，根本那屋里就没法待。好在邻居没报警，以为有藏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真不能让人家去，一看这人这家住成这样，对呀，这个人卫生条件也太差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说你死活不能让人来。然后就拒绝了，其实就隔了1天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，然后我就去约他去了。约了当天晚上吃完饭，那时候就确定恋爱关系了。我就提了一下啊，我就说我一开始还生我气呢，啊，就因为没让他去，就没理他。哎，他其实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，胡可心里他觉得挺好的，挺对的吗？还是觉得？心里当然是有一点窃喜了。但那阵你也没有男朋友是吧？没有，都2个都空窗着呢啊！我一空窗很久。
你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，所以说，那我就要问刚才那问题，在胡可真有几个女朋友？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就是这样，你这记忆力太好。我在胡可之前，我谈过3个女3个就是你认真的认为是谈过对3个，那不多啊。那时候我都30大几了。对，不多呀，不多呀，3个还不多的。对，完了以后，人家那姜超相亲都相7、7、8。你比点别的好不好？姜超自己说的。来劲了，来劲了。我不问了，那个领证那天，你怎么反应那么大？领证那天啊？害怕。哎，这个很多女孩子吧，就谈恋爱，最后就到真要是扯证那天，就登记那天，就起伏特别大。为什么呢？他完全是。我问他的感受，你没什么感觉，他的感受。我的感受不在我啊，不在我。因为其实就是结婚这事儿吧，我觉得我特别没有准备好。就是他呢有点儿，连蒙带骗的吧，然后带威逼利诱的吧，使出了各种大招儿。对，然后后来就决定了，然后我那天去了，其实艳阳高照，就天气特别的好，晴空万里。然后从那个民政局出来，就手全是冰凉的。我是特别高兴。当然了，我那天，那个我们俩结婚，领了证之后出来之后，哎，我看着外面晴空万里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然后我还告诉他，我说你看看，今天这天多好，预示着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。完了你就乱了码了，婚礼上你穿个婚纱就跑出来了。那是让他给逼的啊！这是什么游戏环节啊？这是？这个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们俩准备筹备婚礼，有一天晚上在看那个一个电视台，他有那个婚纱的那个走秀。哎，他突然间突发奇想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说这男的要是穿着婚纱是什么样的？你知道吗？”完了，然后这时候我们俩基本上就是他这样看我，你也看，我这样看他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穿啊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。他说不行，你必须得穿，怎么着？他说你反正就结婚就这一回，说我想看你就得穿。最后来也没办法了。然后你说我那时候，我这个男的，你说我上哪儿弄？完了去买去。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那个类似批发市场还是哪儿啊？不是批发市场，就是那种影视器材城。对，然后。到了那儿之后还不敢，就不好，肯定不好意思嘛，不好意思说就给男的买婚纱嘛，然后还假装先看一看哈，然后说，我说你这个最大的多大呀？他说你那个你谁穿啊？我说啊我媳妇儿穿，完他说你媳妇儿多高啊，多重啊？完我说你就是我这么高吧？我说你有没有那么大的？自己把自己给办了。完了有一最大号的，怎么说不让给我拿出来了？鸡蛋西红柿是素的，怎么还出现肉了？恋爱3年，沙溢和胡可的爱情在2011年开花结果。为了给胡可一个难忘的婚礼，沙溢穿上了婚纱，在婚礼上大秀舞技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今天我想有个给你们俩安排，我看你俩默契，因为对你俩了解也够深，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夫妻到底有多默契。现场给我做一盘菜啊！啊，好，做一盘菜。但这个做这盘菜呢，不是啊，你在旁边看的没有？中间那个手给我绑起来，你俩选择你是用右手还是他用左手，还是你用左手他用右手，选好了，另外一个手不能用的，就2个人用，每个人用一只手来，哎，一起配合做一道菜。好。一会儿炒着说，哎，这鸡蛋西红柿是素的，怎么还出现肉了？出现肉了，一看，呀，手你别开玩笑，切你，快点了。哎，不错嘛，薄一点吧，我可以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刀不快，刀不快，刀钝了点。这个快做成西红柿酱了。哎呀，你又不是凉拌西红柿，放好，好了，最后一个。好，单手打鸡蛋吧，啊！哎呀，够啊！够了，他手。哎，那个手上。
随便上。拿过去，那只你别来呀，那不成3只手吗？稍微倾斜点，往老公这边。哎，还不错，不错，这还是有默契的啊。这个画面还是很有说服力的。这个画面，火还挺好，油少点啊。先把鸡蛋煸一下，然后出锅之后再放西红柿，西红柿炒完之后把鸡蛋。那你倒。还可以。鸡蛋咱是怎么着？是大块的还是小碎末的？就看着好看就行呗。啊，根据你的审美来呗。没有葱是吧？没有。还有葱花呢。别提无理要求。对。好了。行，出来吧。嗯，先关了。好香啊！它这个火呀，我不太会使。鸡蛋呢，稍微有个别的地方，再爆炒。色、香和味儿肯定没问题，色稍微差了点。哎，我真是从来不下。啊。这锅有点快。来吧。你这个其他佐料也都没有了啊，就这点儿。看着。崩了我们，崩里面不是，没有别崩了我们。辛苦啦，老公。那麻烦。哎，不错哎。啊。我就。一般我这手捆着呢，一般这时候我都颠勺。那我帮你颠。来，你颠，能行吗？别糊脸上啊！哎，行，可以了。好了 ，OK， 可以出锅了。来，端着出盘。哎，最后摆设要好看一点啊，到出盘了以后，我还好看一点啊，好看一点。请给我1个小时时间，我把鸡蛋放中间，把西红柿都给你挑到旁边。哎，不错啊，颜色不错啊。来，掌声送给我们杀厨师长。不错啊。我看男人做饭，我觉得有时做好饭哈，做一手好菜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男人特性感。是。然后男人有时候在街头看男人抱着孩子这个画面，我也觉得这个男人。我特别喜欢看男人抱孩子。哎呦，我觉得我男人抱孩子这个特别那个画面特别有爱。你如果是女的在前面背着一个名包在前面走，男的这边抱着孩子，这边还能做着饭，那就更性感了，是吧？不是，那是极品老公啊。那天我跟那个一个好朋友，也是个咱们中国著名的主持人鲁豫聊起过那个沙溢和侯可，他说的沙溢有一个特别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瞬间，就是在你家生老二的时候，是吧？对，是生老二的时候。生老大。老大。对，老大嘛。那时候你接了个什么戏要走？对，接了一个电影。接了电影。对，我是请假回来的，他生产的时候是我请假回来的。然后他生完孩子的第2天，我就走了。第2天你就走了？对。对，然后他那天就是，他反正觉得可能心里还觉得挺内疚的吧。我那天晚上一直陪他到快12点，11点多。对，11点多，因为我第2天一早最早的6点多的飞机就要赶回剧组拍戏，然后呢我就特别不舍得，我也觉得特别愧疚，然后他呢就基本上是，你想刚刚术后第1天隔了1天嘛，他就强撑着，其实是下不了床的，他强撑着从床上下来之后，然后拥抱了我一下。他说：“你不用惦记我和孩子，你回去了好好给人拍戏啊。既然去了，就要拍好。然后就对，然后呢，我就拿着我的行李什么的，就从那个医院就出来了，我就往家里走。这一路上我就不行了，哭了不行了，哭了，就是这男人的这种。”平时的那种坚强啊，就全已经，旁边也没人看到。对，反正也12点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路上也没什么人，月亮啊，什么星星啊，看着那种，我就更加的就觉得真的是心潮澎湃。自己把电视剧演了一遍啊。回到剧组之后，正好是我的重场戏，然后演的那个戏是。
饱含热泪，而且确实是激情澎湃的啊，感情特别充沛。对，后来他们就说你这回去，你这儿子给你这演技提高了不少。哎，不过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，觉得男人为什么要娶老婆了？对。那件事感触特别深吧？对，反正就是说，对于家庭啊，对于婚姻啊，对于妻子和孩子，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。我发现你还有点东北的超男人还能有这种细腻的感情哈。对，要不然你想不干活什么的，还能存活到今天。2011年7月，沙溢胡可升格做了父母，大儿子诞生，取小名安吉。2014年8月，沙溢胡可再得一子，小鱼儿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加倍的幸福。对俩儿子有期盼吗？没，这些问题所有的问，包括我也问这种问题。我觉得你会，别人老问我说，会让我们家的孩子从事艺术啊？会让你们家的儿子学这点东西吗？没想过，没想过。但是我反正现在发现他还挺爱演的。不是，现在两个都小，现在看不出来。看不太出来。那两个里头谁比较反应比较古灵精怪的？有谁？我们家老大就是这样。我就有一次那个，我就跟他不帮他盛粥盛错了还是怎么回事，反正犯了一个错误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说宝贝对不起哈。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说，下不为例啊。没有人教过他，那个时候他才2岁。还有一回呢，我在外头拍戏啊，对你听他讲，我在外边拍戏，给我儿子打电话，爸爸你在哪儿呢？我说爸爸在厦门呢，在厦门拍戏呢。你又在外头出风头了。你看，这些话绝对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听，但他用的很准确。而且关键后面还有呢，他说爸爸没有，爸爸就在房间呢。你在谁的房间？看来你是有前科的。老大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敏感。前2天我带他去郊游，在这个去的路上，在车里面发现了一只蚊子，咬了他一个包。那当妈的肯定义不容辞，上去啪啪啪就把那个蚊子消灭了。对，我就发现他不说话了，坐在那儿。我说安金你怎么了？眼眶就湿润了，感性，眼泪在里面打转，适合当诗人。说，其实那个蚊子被打死了，它也挺可怜的。很杀意嘛，这很杀意啊！3道黑线在我脸上，然后我说，但是它咬了你啊。然后他说，你可以把它轰出去啊。我顿时想，哎，也说的也对。但我觉得我不能说啊，我就狡辩了一下，我说放出去它还是会咬别人的呀。那孩子心地特别善良，特别善良，特别感性，就他的心，我觉得可能有点像他，就很敏感。你刚才我本能是很杀意吗？很像杀意吗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准备生第3个吗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了。我觉得这个选择权是在他，但我是准备着。这对夫妻，他们用自己的生活的积累，生儿育女，然后对互相的关注、互相的扶持以后，慢慢积累他们一个事业的第2个高峰。所以这对夫妻可能还都在这个积累的过程，慢慢的寻找这个，但是生活的经历是必须要有的。非常感谢百忙当中我知道他在拍的戏，而且我觉得这是咱们第1次开聊，以后要聊的东西会很多。太短暂了。然后我真不想听到你说要结束了。来，谢谢沙溢和胡可来到金星时间，来把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抱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说品酒，任性土豪何拉菲惊呆金星。然后他咚一路小跑，土豪砰就站起来了，左边夹了个雪碧，右边夹了个果粒橙。聊喝酒，金星人生唯一一次醉酒失态。他们太坏了，他们不让我喝酒。化酒品，金星挽救失足女青年。我要嫁给你，我要给你生孩子。本期金星秀，千万别错过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了？金星秀。哎呀，姐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啊，
给你准备的可是好酒，怎么讲82年的拉菲，快尝尝。算了吧，就看那个味道还没熟呢，旁边超市买的吧。旁边超市旁边的小地摊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啊，别说什么82年的拉菲，82年的拉菲现在评级已经降级了。哟，现在呀，有钱的要喝86年的拉菲，或者是2000年的拉菲才是满分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记着了，装土豪要装到位，装不到位呀，那就是土鳖。还是今年你能装，你装的好。别来劲啊，别来劲啊！观众朋友们，酒呢是个好东西，但呢喝不好它也是个坏东西。为什么说呢？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？叫“酒壮怂人胆”，对吧？我这酒边说这么一喝下去了以后呢，观众朋友们就有耳福了。各种爆料，各种八卦，明天媒体又开始说了啊，金姐又爆料某某某明星又躺枪了，说他是坏东西呢 ？No， 喝点小酒下去以后胆儿大了呀，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个底儿了。哎呦，就跟咱们前段有个主持人啊，怎么呢？喝起了小酒，唱起了小曲儿。还以为在自己家呢，对吧？结果呢，该说的和不该说的，稀里糊涂的全说出去了，最后还被人偷偷的拍了视频放在网上了。本来好好的一顿和友人的饭局，成了最后的晚餐了。所以说，这个酒啊，金姐是不能喝的啊！来吧，刀具给撤下去。好嘞，来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欢迎来到金星秀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说那点事儿，什么那点事儿啊？就是喝酒那点事儿。今天我想说的呢，不是什么酒能喝，而是想说的是什么样的酒我们不能喝。哦，什么样的酒不能喝呢？假酒。废话，还用你回答吗？假酒，喝假酒得死人的。什么样的酒不能喝？没文化的酒不能喝。10多年前，咱们中国那第一代土豪们啊，刚开始消费红酒那个阵子，没文化的架势啊，挺吓人的，真的。就2000年那个夏天，我跟几个朋友去外地玩啊，朋友呢，哎呀，就是带我开个眼嘛，认识了当地一个老板，据说那个老板是什么做木材生意起家的，老板做东，请我们去他们家的别墅玩。结果呢，我们这一帮人开进去了以后，一下子就给镇住了。哎呦，这哪是别墅啊，整个一座城堡。开着车从大铁门进去，要开2分钟才能开到他们家主楼的门口。哎呀，这车也够破的呀。那这个城堡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跟大家描绘一下啊。迪士尼乐园去过没有？除了没有米老鼠和唐老鸭以外，跟迪士尼乐园是一模一样。墙上贴的呢，红红绿绿的，一片的马赛克的壁画，什么有仙鹤啦，有松柏啦，屋顶呢跟那个教堂的一样，尖尖的，上面还有那种布灵布灵的那个不锈钢圆球 ，Dreamland， 太梦幻了。晚饭前呢，老板也知道了我们是几个是来自文艺圈的，就想彰显一下他的品味，他就说了，在他的别墅酒窖里还珍藏着几瓶好的红酒。咦？我一听，不错呀，啊，别墅装的科幻了一点哈，但居然还知道挖酒窖，有品位啊！最后一带我们一看，好嘛，说是酒窖，其实啊就是一个车库改装的，里面呢又潮湿又闷热。哎呦，我一进去以后我就嘀咕了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么热不得把酒给闷坏了呀？啊，那哥们儿神秘的摇摇头，金老师不会的，我早就想到了。结果呢，只见他打开冰柜，咵，从里面取出一瓶红酒，那红酒瓶上还挂着白色的霜呢。他乐呵呵的指着酒瓶说：“看，好酒，我专门给冰起来。”当时呢，我就瞥了一下那个酒的牌子，卡华德的拉菲。啥意思？就是你们都知道拉菲嘛？啊，对啊，叫拉菲，不叫拉菲啊。拉菲。大家都知道我开过酒吧的呀。这一瓶小拉菲啊，怎么也得上千吧，就这么一动就给废了。这得批评他们。
对吧？红酒怎么能冻呢？对呀吧？这说实话，你得加冰块，你加完冰块呢，它就好。别给我丢人啊！听清楚了，小南，记住了啊！白葡萄酒、香槟酒和一些气泡型的酒类可以冰起来，这红酒千万不能冰的，明白了吧？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只好解释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今天胃不大舒服，我就不能喝冰的了。”啊！哎呀，土豪到底是土豪啊！说没事儿。转身从旁边的箱子里没放进冰箱里边抽出2瓶红酒来，也是挺好的啊。我想，喝这2瓶也挺好的，起码这个味道、温度是对的呀啊。等这个酒倒在醒酒器里边醒的差不多了，大家端起来正要喝的时候呢，这个土豪砰就站起来了，突然说：“等等，忘了一件事儿。”然后他咚咚咚咚咚咚咚一路小跑到厨房里边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见他回来了，左边夹了个雪碧，右边夹了个果粒橙。还笑眯眯地问我们：“各位老师，你们喝红酒怎么个喝法？是兑雪碧呢，还是兑橙汁呢？”哎呦，我说的，哎呦，我说不对可以吗？他笑推了一把说：“哎呦，金老师，你这就不太会喝红酒了呀！”哎呦妈呀！这就是姐姐我10多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个经历，啊，迪士尼一样的别墅。啊，冰冻的红酒，大瓶的雪碧和果粒橙，现在想起来都是如梦如幻。汉斯刚来到中国那阵子，在酒桌上吃了几顿饭，都惊呆了，说：“金星，你们中国人太有想象力了，还有这么喝红酒的，兑雪碧、兑可乐的，还有兑加多宝的啊！人家法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才想出来怎么把那个糖分从葡萄里面给兑出来，就被你们中国人这么给兑回去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没给你兑老干妈就不错了。”真是的。在酒桌上，红酒到底应该怎么个喝法呢？来，让我们看一下 VCR。红酒也许我们不常喝，但是作为一个有格调的人，红酒的基本礼仪也是要懂一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富二代小南，今天呢，我是来学习如何喝红酒的。首先，我们来说一说红酒的挑选，这一点因人而异，具体的标准就是看你兜里有多少钱呗。谢谢你。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红酒之后，首先要仔细地端详上面的标签，切记不要这样。这个单词啥意思啊？多少钱一瓶？你是不是拿回扣了你？接下来说一说开酒，开酒最重要的是要有绅士范儿。什么是绅士范儿？就是凡事都慢半拍。首先，用开酒器上的小刀，沿着红酒酒瓶口凸起处的地方，顺时针轻轻地切一圈。我推荐的方式啊，是用手指甲抠。当然了，要有绅士风范，慢慢抠。用开瓶器对准木塞的正中心，顺时针旋入，留下1环到1环半之间向上提拉，直至瓶塞快要彻底出来时，轻轻一提。切记不要，你把住了啊！使劲来，准备，1、2、3，等你。红酒一般倒至杯子的1/3处即可，也有另外一个标准，就是当杯子横置的时候，酒不溢出为准。你倒，接着倒，你往满了倒，浮溜的来，对。接下来可以正式品红酒，小酌一口，用舌尖包裹着红酒，在口腔中轻盈地打转。兄弟，我先干为敬啊！这酒有一种独特的果香，散发着有如法国绅士一般含蓄而猛烈的荷尔蒙气息。哎呦，小南，哎呦，装的还挺像模像样的哈。酒没喝到肚里，那个酒架子还挺像的哈。什么像法国绅士一股含蓄而猛烈的荷尔蒙气息？
你确定不是胡秀的味道吗？喝酒是礼仪，但是没文化的酒是绝对不能喝的。还有一种酒是不能喝的，没有合适的喝酒对象，那个酒也是不能喝的。我总结了一下，有2种人你千万不能跟他们喝酒。哪2种人？一种是大人，一种是小人。所谓的大人呢，就是咱们的领导了，啊，记得尽量别跟领导喝酒。姐姐，我在这方面有血的教训的。不是，等会儿姐，你不是说你自19岁之后就没有领导了吗？那你忘了，姐姐9岁就参军了，那个时候是姐姐我第1次喝酒，也是我人生第1次醉酒，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和领导一起喝醉酒。30多年前的军队不像现在有禁酒令了，那时候没有，所以呢，逢年过节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，领导到连队来慰问，总要喝点酒的。一张张圆台子上摆满了整个食堂，士兵们都围着圆桌，虎背熊腰的坐好，眼前放了个茶缸子，里面倒着啤酒或者白酒，然后就等首长举杯敬酒了。啊，同志们，干！战士们看下去，1、2，干！首长说：“同志们，再干！”大家喊：“1、2，干！”又干了。这样喝了3轮以后，就开始给首长敬酒了。你想，咱们士兵多单纯，多耿直啊！啊，敬酒的时候也不会啥什么劝酒词，每个人都红着脸小跑过去了啊！跑过去以后，在连长面前立正，然后说敬礼，咵，一波就干了。首长呢也不回话，咵也干了，直接就干了。对呀，那个时候我还小啊，班长也不让我喝酒，说你小孩不能喝酒啊，我就端那个茶缸在旁边坐着看热闹。哎呦，看着大家前赴后继给首长敬酒那个场面，很激动啊，就看得跟战争片似的。后来呢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哪根筋给搭错了，屁颠屁颠给首长敬酒去了。你想啊，我们这位首长已经被同志们灌得7荤8素的了啊！睁眼一看，咦，连个小鬼也派来给我敬酒了哈！你们今天是存心把我灌醉呀？啊！哎呦，心里那个小火上来了，但这话他不能说出口啊。于是他还装着说很慈祥的样子，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小鬼今年多大啦？”报告首长，今年我12岁。首长说：“哦，12岁，那你那茶缸里是什么呢？”报告首长，是水。太实在了，多实在呀！首长笑眯眯地说：“小鬼，咱们革命军人喝下去的是酒吗？流出来的就是血嘛。你喝下去的是水嘛？那你流出来就是尿嘛。来换酒。”旁边人看了干瞪眼呢。可我这属于什么呢？自投罗网啊！他们也没办法，只能换酒。领导说换酒了就换酒，啪换酒了。结果那个晚上，姐姐我人生中第1次喝醉了。那天晚上结束以后，据我的战友们跟我说，就我和那个首长2个人醉得最厉害，2个人送到医务室观察了1个晚上。爷俩在医务室里边都不安静啊，一搭一当的唱京剧呢。啊，他唱李玉和，我唱李铁梅。李寻喝马1碗酒，望君。所以这个大人的酒不能喝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酒不能喝什么呢？小人啊，小人呢就是什么呢？把酒局上的视频放到网上去的人就是小人啊。还有呢，小人什么？就是你把他当做朋友了，他把你当做资源的人，他是小人。还有一种小人就是这么一种笑眯眯的给你敬酒，一边呢随时准备出卖你的人。大家记住了，千万不能跟他们喝酒。哎，那姐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？这种人我倒没遇到过，不过呢，酒混混我经常见过。酒混混。前不久我在家里呢，我正家里没事呢，接到一个电话，姐，啊，最近好吗？哎，我寻思谁呀？这声音听不出来是谁呀？我就很客气的说，啊，挺好的。啊，那汉斯姐夫好吗？我说挺好的，你谁呀？对方就说了。啊姐，你看是这样的啊，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出来吃饭呢。我说我认识你啊，那几个哥们儿老崇拜你了，要不你跟他们聊聊？我一听啊，我把电话挂了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这电话又打过来了。打过来，我想接了吧，
一接了以后，我没好气的说：“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你哪位呀？”结果电话那头，哎呦，更熟了，比刚才还熟呢。姐，别生气啊！我跟他们说了，几个人说了，我认识金星吧，他们那几个孙子非不信。你看，这不找骂呢吗？对不对？你这样呢，我把电话按免提啊，您亲自骂他们几句，您消消气儿，让他们也过过瘾。我一听，我把电话啪就挂了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啊！你让我骂谁我就骂谁呀？你谁呀？全中国人都知道，金姐骂人都收费的。是的。这种人呢，我猜呀，肯定是在酒桌上喝多了，跟人吹牛皮啊，说什么哟，我跟金星熟，特别熟，那是我大姐。你看，我马上给她拨电话。哎，但是姐，说实话，你把人家电话这么一挂，估计他也挺没面子。小南呐，这句话你说出来，你还是个实诚人儿。你以为他没面子啊？这种人装的像子呢。我把电话挂，他肯定还在那边继续演着呢，拿着电话说的还白话呢。姐啊，下次有空一起出来喝酒啊，到北京一定要给弟打电话啊。哎，好嘞，姐，您早点休息哈，么么哒。还有一种酒，咱们也不能喝，叫做什么？没有尺度的酒也不能喝。过年那一阵子不流行过什么7斤哥、8斤哥的吗？对吧？都标榜自己的酒量好。哎呦，拿瓶子就吹啊，在那儿，对吧？有拿2瓶罐的，就他泡在浴盆里喝了。这种喝酒呢，已经不是什么喝酒了，它没有个度，所以说没有个度的酒绝对是不能喝的。这种没有尺度的酒吧，男人呢喝了呢容易失礼，女人喝了呢容易失态。有些男人吧，平日好好的，这一碰酒啊就原形毕露了，张牙舞爪，什么都来了啊！好不容易给大家留下那点好印象，全给毁了。又会说到我那个文工团的时候了，有那么4个男演员，帅极了，放到现在全是 F4那个类型。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下乡去演出嘛，你想想啊，大军区文工团下来了，当地的老乡们呢，哎呦，全是俊男靓女啊，轰动极了。老乡们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给我们吃了。演出完以后，通宵达旦的干嘛呢？会餐喝酒。这个 F4哥们儿啊，就把我叫过去了，很严肃的跟我说了，金星，今天晚上你有个艰巨的任务啊。我就很开心，啥任务啊？啥任务啊？很兴奋的，说的，今天晚上你要负责照顾我们啊。诶，我当时就不明白了，为啥让我一个小孩照顾你们4个大人呢？结果呢，到了晚上我就知道了，这4个人呢敞开在那喝呀，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。哎呦，等他们喝完了，就躺在那儿，活生生的把我一个小孩啊，10几岁的小孩累成个老妈子了。有一哥们儿喝了一半，说出去一会儿，结果呢出去了1个半钟头了，愣没回来。哎呀，我就满院子找啊，这哪儿去？这人哪儿去了？这黑灯瞎火的在乡下这哪？最后我找到那个茅房去了。这个农民家的茅房呢，和他们家的猪圈是砌在一起的。啊，我一推门进去啊，就看这哥们儿啊，抱着膝盖坐在地上哈。看见我进来，突然碰来抱着我，抱我痛哭啊，嚎啕大哭的，哭得可伤心了。哎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了？边哭边说，星啊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我说咋回事啊，哥？他就指着身后那个猪圈那些猪说的，他们太坏了，他们不让我喝酒，他们不让我喝酒，还不是还帮让我出去啊，把我反锁在茅房里头，我推呀推呀，我推呀，我就是推不出去啊。我心想这都怎么了？猪怎么能把你反锁在茅房里头呢？后来一想，明白了，喝大了，喝糊涂了。这个进茅房子那个门是推得进去的，你出来得拉开出去啊。高了吧？总之那天晚上把我累得够呛，把这些醉鬼们一个个弄回驻地。哎呀，这要是喝得半醉半醒还罢了哈，搀扶着给拖回去罢了。这要喝得烂醉如泥的，大家想想啊，喝醉酒的人啊，多沉呐！地上这么一摊开100多斤的肉啊。那个时候我就12、13岁嘛，站起来还没你小南高呢。是吧？啊，对呀，我能有多少力气啊？可第2天点名的时候，领导要是看不见他们的话，这几个哥们儿都要挨处分的呀，在部队是有纪律的呀，对吧？还是老乡好，他们就把那个茅房那个门给撤下来了，然后把那个半死不活大哥给放在门板上了，然后呢，他半路拖回来的时候，怕他
掉下来呀，就拿绳子给他绑住了啊。完我就拽那个门板子，绑那些就往回推呀。哎呦，那天啊黑黑的没有月色，我拖的时候吧，就听着身后吧嗒吧嗒，诶，好像有人跟着我走，吧嗒吧嗒，咦，我一停，那声音就没有，我再一走呢就吧嗒吧嗒，哟，挺瘆人的，在乡下多瘆人呢，我年纪还小，吓坏了。但是当时也不知道冒出哪一股大力气了哈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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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狂奔呢，就拉回到营地去了，我都快累瘫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哥们儿醒过来了，他说：“咦，我怎么回来的呀？”人说的：“哎呦，还回来了，还想着人家小金星啊，一晚上给你拖回来的。”然后他就很难为情的说：“哎呦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真不能再喝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喝了？”哎呦，喝完了脑袋疼。他一摸脑袋，我突然明白了。昨天晚上那个吧嗒吧嗒的声不是脚步声，是我们把它放在门板那时候头放在外头了，他后脑勺在那一直磕那个门板，吧嗒吧嗒。妈呀，这哥们命够大的了哈，就这么吧嗒吧嗒敲了一路啊。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艰巨任务是什么了，感情啊。我就是我这几个哥们儿的酒后代驾。哎呀，姐，就你这酒后代驾也没人敢做，怎么了？容易代驾出脑震荡的呀。人们常说呀，说男人喝了酒就不老实，这话呢其实是胡说八道。对，纯属胡说八道。实际上啊，男人不喝酒的时候也没老实过。金姐在这里要专门提醒那些女生们，这女孩子喝酒的时候啊，心里一定要有一根弦。千万那根弦不能放松。我过去认识一个女孩，这姑娘长得呢很秀气、文文静静的漂亮，但就有个小毛病，什么小毛病呢？爱喝酒。这一碰到酒啊，一喝酒就没底线了。2瓶啤酒下肚以后，好端端那个姑娘啊，就变成一匹野马了，抱着男生就喊：“我要嫁给你！”要不就抱着我要给你生孩子，拦都拦不住啊。有一次我们去草原采风，大家晚上在草原喝酒嘛，喝完了以后，他就开始咯在那傻笑，笑完了以后呢，一个就往那个男孩那个帐篷里钻，我一次给拽回来，你干嘛？喝多了赶紧拽回来。哎呦我这一晚上拽了半天嘛，我就跟打地鼠似的。现在说回来，这女孩呢现在已经嫁人了，已经成为孩子妈妈了。结婚的时候还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谢谢金老师对我这么多年的关照啊。”我说：“哼，你当然得感谢我了，要不那在草原上拦着你呀，你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。”真是，关键是你都不知道孩子爸是谁。姐呀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啥问题啊？我怎么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女生呢？哎呀，小南，看在跟姐工作这么多年的份上哈，姐要把真相说给你，但你别伤心啊。就是再没底线的姑娘啊，也是看脸的。人家姑娘是跟帅哥喝酒，人家喝2杯就倒了，跟你喝酒啊，千杯不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喝酒的话，可以，但一定要适度，而且最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，和亲人和朋友在场的环境里喝酒，啊。哎，但是我有个问题啊，啥问题？你说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，非要跟陌生人喝酒怎么办呢？那就像我刚才前面说那个，有一根弦，脑子里那根弦一定要绷紧了。姐也喝过酒，也有断片的时候。可是我跟陌生人喝酒的时候，就算我喝了断片了，我那根弦还都不能放松的。有一年，在北京参加过一个酒局，本来是朋友叫我去的，后来呢我朋友没来，就我自己就去了，单刀赴会了。结果我发现糟了，这一桌子全是老爷们儿，而且都是看的不是那种散茬的人，几个人轮番跑过来跟我敬酒，就说什么呢？什么啊？喝酒不喝白，感情上不来。还有什么啊？一条大河波浪宽，端起酒杯咱就干。这一套一套的，这劝酒词啊，就跟那顺口溜似的，整的你不喝还真不行了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姐，这是你酒局啊参加的少，这都有套路的。啥套路啊？你就比如说吧，他说什么喝酒不喝白，感情上不来，你就说只要感情有，喝啥都是酒，对吧？他又说什么一条大河波浪宽，端起这杯咱就干，你就说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少喝一点行不行？南，我是金姐，我不是刘三姐。
啊，我懂什么套路啊？我喝酒那点本事都在部队里学的呀。咱部队说一个套路，1、2干，1、2干，对吧？结果好嘛，那天我1、2干就干掉了2瓶白酒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脑子里一直回荡着一句话：1、2干。嘿，我说的别倒下，别倒下。别倒下！就那根弦一直绷着，然后一直喝到最后，他们还真没有人看出我喝醉了。我又很有礼貌的跟每个人打好招呼，说再见了以后，然后叫了出租车回到家了。回到家以后，把房门一锁上，耳环该放哪儿放哪儿啊，鞋子该放哪儿放哪儿。都喝这样了，你还知道卸妆？卸完妆换好衣服呢，最后呢，我真是特别的渴，一看桌上有一缸子水啊，端起来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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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了。哎呀，舒服多了。最后那根弦终于放松了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：“金星，你现在安全了。”我扑腾就倒地。第2天早上起来以后一看，怪了，我穿着睡衣躺在地板上呢，衣服在床边叠得整整齐齐的，鞋子在门口搁得整整齐齐的，耳环首饰在桌上放得整整齐齐的，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做到的。咦，唯独有一件事情比较奇怪的，就桌子上那个金鱼缸里的水不知道怎么就没了。所以说，这喝酒啊是有讲究的。喝红酒，你要会品；喝白酒，你不能拼。感情深，它未必是一口闷，而是慢慢的回味，细水长流。人与人之间经得住考验的才是真情。喝点酒，经得起回味的，才是好酒。且慢，别走开啊！一会儿回来了，内心喝吗？1碗酒。欢迎来到金星手。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谢谢您接着捧我的场，谢谢您了。接下来有话问金姐，到底这一周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？来，听姐给你们说道说道。第一题，金姐。最近朋友圈都在转发“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出去看看”的辞职信。对于和我一样想走出去看看，却被现实生活捆住双脚的80后，您能给些什么建议吗？所以说啊，语言表达真是一门艺术。辞职呢，可以说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出去看看。当然了，老板炒人鱿鱼也可以说世界那么大，我想让你去看。来，我们做了一个采访，看看除了这一句之外，现实中的年轻人辞职时候还会说点什么。如果我要辞职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公司伙食太好了，我怕胖，所以我要辞职。我想去那个北海道看看雪，然后的话去普吉岛晒太阳。我跟他说我去吃遍世界吧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我想每天早上上班晚出门1小时，多睡1小时。嘴上说说谁都会，但真要辞职的话呀，有几个问题你得先掂量清楚了。说走就走可以，但是你走的负不负责任呢？你想没想好走到哪里呢？啊，你有没有走的自信和资本？网上有副对联，不是说了吗？上联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；下联，钱包那么小，看来走不了。姐啊，我这儿突然间收到这条消息啊，挺有意思，我给你念念啊。他说：“亲爱的金姐，今天跟我男朋友讨论婚后谁管钱的问题，我说当然应该我管，他却说我太抠门了，肯定会导致他藏私房钱的，可把我给气死了。金姐，难道汉斯也藏私房钱吗？”跟您说呀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家根本没有这回事儿，大家花钱都靠自觉。虽然我也经常去翻汉斯的钱包的，但我不是查账啊，我是怕他身上没钱了，给他添点儿。我们还是来看看咱们上海的小情侣之间啊，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吧？你有藏私房钱啊？但是他男朋友怎么可能说这个问题？你觉得你老公会藏私房钱吗？这可说不好。家里面都是谁管钱？老婆管钱。那你有没有自己藏过私房钱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还都挺老实的哈。要我说呀，男人挣钱拿回家，理当留点自己花。你管着他成天小了小气的，你自己不也没面子吗？对吧？女人管男人呢，要学会有张弛有度。要是你男人
实在喜欢乱花钱的话，金姐我在这给你推荐一个800块钱的定律。什么叫800块钱定律呢？就是每次他出去的时候啊，出去应酬的时候，你就给他800块钱。这钱呢，足够他和朋友们吃一顿火锅，再喝2杯小酒，然后乖乖的打车回家了。他要是想去酒店开个房呢，那就不够了。而且这个样子呢，还能防止他打肿脸充胖，抢着买单。金姐，最近国内的青春片里有很多女生堕胎的情节，网友开玩笑说，看完了觉得没有堕过胎的青春是不完整的。您说为什么我们的青春片非得拍得这么消极呢？确实，现在国产的青春片啊，没有青春，啊，只有发春，总让人觉得有点滥竽充数、鱼目混珠。因为这个题材啊，投资小来钱快，只要塞进去2个小鲜肉、小鲜果啊，不怕年轻的孩子不买单的。在这儿求求那些制片方和高抬贵手了，您没有青春也就罢了啊，别再祸害我们下一代的青春了，好吗？金姐，我很喜欢你，谢谢。你在每一期节目里都穿旗袍，我也想去买几身，但是呢，又被朋友圈里转发的旗袍买家秀给吓到了。想问问您，是不是身材不好的人真跟旗袍无缘呢？你说这个现象吧，我觉得不是旗袍的问题，也不是你身材的问题，而是网购的问题。不信你看看，我们这儿有一组图片啊，看一下。都说旗袍最衬人的，所以它也是肯定最挑剔的。没有什么百搭款，必须得试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材跟那个模特那个标版的模具差不多的话，去买一件罢了了。如果你觉得身材跟别人不一样，好有自己的特点，那好，一定要量身定制。如果是定制的，你反而不必为自己的身材担心了。你没见过那些老电影里边吗？以前啊，那少奶奶姨太太多富态呀，也照样穿着旗袍啊，不挺有韵味的？哎，那等会儿姐啊，我再插播一个啊，金姐，我从小到大鼻子上一直有黑头，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好转，导致我见人时老是拿手捂着鼻子，相亲的时候给人家留下了很奇怪的印象。姐，您有什么好办法能治治我这种自卑心理吗？妈呀，长了20多年的黑头，你确定这是黑头，不是痦子癌？不知道。哦，看来你也知道这是自己的心理问题啊。你看人家 S.H.E 里边那个 Selina， 拍戏出了事故被火烧伤了，对吧？现在康复以后跑那个马拉松，胳膊上腿上都是伤疤，人照样也不遮着，也不是盖着的，有人笑话他吗？你就鼻子上有点黑头嘛，有什么好无病呻吟的呀？赶紧出门，该相亲该干嘛干嘛去。等你结了婚了，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现在这个心态啊，你自己都觉得很可笑的。金姐，最近网上有一个新闻，说一个老外用了16个月吃遍了上海53家小笼包，终于写成了一本《上海小笼包索引》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感觉特别的骄傲。我觉得中国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金姐，你去过那么多国家，你觉得哪国菜最好吃啊？当然中国菜最好吃了呀，这还用问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国家在吃的方面领先地位是不容置疑的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以色列、中东嘛录节目，2个星期没吃到中餐啊，到后来把我和汉斯2个都难受坏了。哎呀，我那个小助理啊，偷偷带了2瓶老干妈，被我们发现了。结果呢，他自己一口没吃着，全被我和我汉斯蘸着那个以色列大米全吃完了。回国那天啊，凌晨下了飞机，汉斯直接是奔到我们家路口那小摊子，买了2份炒面，打开就吃啊，边吃边说，终于回到家了。真的，就差那一口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呢也说完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啊。如果您下周3晚上没有别的什么事儿的话，记得再来给金姐捧个场，谢谢您了，再见。